说到内剑术，应该是君王最不愿让臣下知道的内容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咱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剑。如果以前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就知道，那时候堂屋的门是两扇，门内是门栓来上锁的，门栓上面会用绳子系着一个铁钉或者木钉，这个铁钉或木钉插入门栓的插孔里面，就可以防止外面人用外力拨开门栓，这个就是门剑。平时我们生活中会遇到自己的想法或行为得不到家人或朋友的认可，或者是得不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同，就会感觉到生不逢时的孤寂感，一般就会找各种理由来宽慰自己。那我们也感同身受的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吗？那有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的状态呢？来，先看开篇的第一句：君臣上下之事，由远而亲，近而疏，就之不用，去之反求，日近前而不遇，遥闻声而相思。这是说君王和臣下的关系。有的人呢，虽然距离君王远，但是君王却对他非常的亲近；有的臣下虽然每天都跟随君王，反而君王并不喜欢；有的臣下才能卓越，就是不用；而有的人离开了，君王反而去拜求回来，明明在眼前的人却视而不见，只是听闻这个人却像异地恋的情侣一样得了相思病。内剑术就是让这些君王对你言听计从，甚至朝思暮想的谋略。如果学会了内剑术，是不是能让身边的人也能对你言听计从呢？日常中我们和周围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，远近亲疏说到底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就是靠平时的结交，就是所谓的圈子人脉。再看以下原文，因为我感觉原文更能体会到鬼谷子的智慧。士皆有内剑，素皆本始，或皆以道德，或皆以党友，或皆以财货，或皆以财色，用其意，欲如则如，欲出则出，欲亲则亲，欲疏则疏，欲救则救，欲去则去，欲求则求，欲思则思。鬼谷子告诉我们，凡事都能用内剑术来轻松处理的。内剑术的内呢，是取得一个人的信任，才能打开他的心门，进而走进他的内心。就如同只有你走进屋内，你才能对屋内的物件进行摆设。追求一个姑娘，只有走进她的内心，你才能让她跟你走，甚至组建一个新家庭。就是凡事只有进入内部，你才能做出下一步的行动，在外面就只能看到表面而无从下手。剑呢，开头已经说了，就把门关上锁起来，这就是说走进内心后把心门关闭，你再给对方出谋划策，他是不是就会对你言听计从了呢？要想把自己的想法或行为让对方认同，起码要做到2步。第一步，要先和对方建立感情，就是先要走进对方的生活，来了解对方的习惯、性格、兴趣爱好等等，才能融入到他的圈内，取得对方的信任。接下来才能用剑关闭他的心门，给他出谋划策时，他才会对你言听计从。这样来处理我们和其他任何人的关系，不管是夫妻关系、领导下属关系、朋友关系，都是可以套用这个方法的。可见鬼谷子对人性的把控是多么的透彻。那怎样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，进入他的心门，让他对你言听计从呢？就是这一句：或皆以道德，或皆以党友，或皆以财货，或皆以彩色。人和人的关系，要么是因为道德涵养、兴趣相投交为朋友，要么是因为生意财货往来、工作同事结为朋党。在社会中，我们是不可能脱离这样的关系而独立生活的。每个人的爱好都是不一样的，有人好名，有人好利，有人好色。所以内剑术，首先你必须要了解对方的真正想要的、真正在意的东西是什么，再用这些东西和他们来交往。通俗讲就是投其所好，这样就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财富有多高，你都能进入他们的心门。就如《水浒传》里描写高俅一样，因为投宋徽宗提蹴鞠的喜好，从一个泼皮无赖进入宋朝权力中枢的。如果你真正把握了对方的这些最在意的喜好，就可以做到想入就入，想出就出，想亲近就能亲近，想疏远就可以疏远，想让他迁就就可以让他迁就，想走就走，想被重用就能被重用，想被思念就能被思念。这就是以下级驾驭上级的高明谋术。鬼谷子也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内剑术的最高境界。若父母之从子也，出无剑，入无阵，独往独来，莫之能止。在淮南万壁树上说，用青肤虫、母子各等放在陶瓮中，埋于东边阴暗的墙根下，
等3日后挖出打开，取出轻符，用轻符母虫的血涂抹在81个铜钱上，再用轻符子虫的血涂抹在另外81个铜钱上。不管是把涂抹轻符母虫血的铜钱放在家里，还是把涂抹轻符子血的铜钱花出去，这些花出去的铜钱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再飞回涂有母血钱币的身边，反来使用也是一样的。虽然这个是故事，是传说，鬼谷子却以此来告诉我们，内剑术使用周密高明了，就可以像轻夫母子一样，无论多远，对方都会被你牵引着，而且悄无声息，别人也无从察觉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谁也看不懂，也不会阻止。如此高明的内剑术，我们如何来理解参悟并运用呢？我们下一集接着来聊鬼谷子内剑篇。